原来切凤梨可以这么简单，不挖眼不削皮，几分钟搞定，从此告别麻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别再用老方法切凤梨了，学会今天的方法，再也不用为切凤梨浪费时间，手残党也能轻松拿捏。首先，咱们把凤梨拿到水龙头下，用流动的清水仔细冲洗表面，尤其是果皮缝隙里的灰尘和杂质。冲洗完放在一边，再和没洗的凤梨摆在一起对比看看。没洗的凤梨表面能看到细小的灰尘，看着灰蒙蒙的，给凤梨先做清洁还是很有必要的。那现在我们来看方法一，先把凤梨两端的头尾部分切掉，不用切太厚，刚好去掉硬蒂和底部的硬根就行，避免浪费果肉。切好的凤梨呢，竖在案板上，从中间对半切开，接着取其中一半，再从中间切一刀，分成4小半。拿一半凤梨，用刀将果肉切成薄片，厚度根据个人喜好决定，喜欢大口些就切成大块，注意底部的果皮不要切断，保持果肉和果皮连在一起。切好后直接摆盘就很整齐，吃的话也很灵活。一个人吃的话，像啃西瓜似的握住果皮，直接掰开，然后就一半一半就能啃。酸甜果肉一口咬到，不用动手剥，特别方便。要是想分享给朋友，就顺着切好的纹路，把果肉一小块一小块从果皮上撕下来，大小均匀还不粘手，分给大家吃也很清爽。方法二，先在菜板上铺上一层保鲜膜，更干净卫生。取之前切好的另一半凤梨，将果肉朝下，果皮朝上，倒扣在铺好保鲜膜的菜板上。这时能清晰看到凤梨果皮表面自然的纹路，就是那些凹凸不平的棱状纹理，这可是下刀的导航线。拿起刀，沿着果皮的纹路轻轻切开，把凤梨切成均匀的长条，接着将凤梨旋转90度，再沿着垂直方向的纹路切。这样交叉切完后，凤梨就变成了一个个大小均匀的方块，果肉还完整的被果皮包裹在底部。装入盘中即可上桌，吃的时候特别方便，手捏住底部的果皮，轻轻一抽就能取下完整的果肉，一口一个，不用碰手也不用沾汁。更贴心的是，这种切法能减少与空气的接触面积，有效防止果肉风干。哪怕切好后放上小半天，果肉依旧保持水润多汁的状态，酸甜口感一点不打折扣，不管是自己慢慢吃还是招待客人都很合适。方法三，先把完整凤梨的头尾硬蒂部分切掉，最大程度保留果肉，再把凤梨切成4个等份，用刀沿着果心和果皮的缝隙下刀，沿着果皮内侧的弧度慢慢滑动，把果肉完整的从果皮上分离下来。把分离下来的凤梨果肉呢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不用太大，刚好能一口吃掉的尺寸最合适。将切好的果肉块沿着果皮的凹槽左右交替的摆放，果肉的金黄和果皮的翠绿相互映衬，不用额外装饰就特别精致。摆好后直接端上桌，插上几根牙签，吃的时候拿起一根牙签扎起一块果肉，一口一个，酸甜清爽还不沾手。不管是自己当下午茶还是招待客人，这个自带容器的摆盘都显得特别用心，颜值和实用性都拉满。方法四，取1/4半凤梨，一手托住凤梨，另一只手用刀贴着果皮内侧慢慢滑动，把果肉完整的和果皮分离开。接下来一手轻轻拿稳果肉，
先从果肉的一侧下刀，均匀切3刀，分离时动作轻一点，避免果肉破裂，保证果肉完整形态。接着把果肉翻面，在另一侧面也同样切3刀，此时果肉表面就有了整齐的纵向纹路。最后从果肉的上方垂直下刀，同样均匀切几刀，根据果肉大小切块即可。这样切完后，凤梨果肉就变成了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小格子，大小刚好合适小朋友的小嘴，插上几根可爱的牙签，小孩拿取时既安全又方便，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果肉太大不好咬而发丑。而且这种切法能让果肉充分接触空气，酸甜的果香更浓郁，大人吃着也清爽，全家分享都合适。方法5，先把凤梨两端的硬头尾切掉，接着将凤梨竖着从中间对半切开，得到2大半饱满的凤梨，取其中一半凤梨，均匀切成3个等份，这样就有了6小块均等的凤梨。然后给每块凤梨的插上一根竹签，家里没有竹签的话，用筷子插着也可以，作为抓手，方便后续拿取。接下来一手固定住凤梨块，另一手用刀贴着果皮内侧慢慢下刀，让刀沿着果皮的弧度分离果肉和果皮。处理好后，就能直接拿着竹签啃果肉，大口咬下去全是酸甜多汁的果肉，不用拘谨，吃起来特别过瘾，很适合性格豪爽、喜欢大快朵颐的人。这个切法还有个贴心优势，很多人担心吃凤梨不泡盐水会麻嘴，用这种方法处理后，直接把带芡的凤梨块放进盐水里浸泡就行，果肉完全浸在盐水中，不用费力翻动，泡好后捞出来就能吃，既解决了麻嘴的问题，又不影响大口享用的快感。朋友聚会分享也超合适，拿着竹签吃还不沾手。我是瑶瑶，本期5种凤梨切法就全部分享完啦，不管是自己吃、找的朋友，还是给孩子准备，总有一款能用到。要是觉得这些方法实用又简单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关注、分享3连哦！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琢磨更多实用小技巧的动力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到时候还会带来超多有趣又好用的新内容，记得来蹲，等你们呀！